在荧幕上面呢，你可以看到这是一份 Google 的试算表，在右上角呢有一个这个星星，可以让我们随时跟 AI 提问哦。然后呢，在我们的索引标签上面呢，也有一个这个询问 Gemini。不知道同学的 Google 试算表上面呢，是不是也有这两个功能了呢？好，一般呢，在企业跟组织账号里面呢，如果组织有订阅了 Google 的 Workspace 的话呢，原则上应该是有这两个功能了，除非组织没有开放。但是呢，一般的用户原则上是没有的。可是，在荧幕上面，同学看到 Miko 的这一个账号呢，就是一般的使用者，没有支付任何的费用，就可以使用这一个询问 Gemini 的功能。在影片的最后呢，Miko 会跟大家分享两个方法，让你也可以跟着一起来体验在 Google 服务里面呢，使用这些 AI 的功能。那今天的课程我们先锁定在 Google 试算表，想要跟同学们先介绍这个询问 Gemini 的这些功能要如何使用哦，然后我们的 prompt 应该要怎么下才能够得到比较精准的回馈哦。但是呢，这里 Miko 准备的范例其实还蛮多的，应该是有7个范例哦。那因为影片长度的关系，所以 Miko 会把完整的教学影片呢放在会员频道。那这一集呢，Miko 就先抓几个范例来跟同学们分享，然后也会告诉同学们要如何去启用这个询问 Gemini 的功能。好，那我们就先从第一个范例开始。好，第一个范例呢，我想要请 AI 帮我做资料清洗哦。我们在这个资料上面呢，可以看到有几个问题。第一个是在资料里面有很多的这些空白字元哦，像这里呢都有空白字元。平常我们可能会分段处理哦，第一步可能先清除空白，然后第二步呢，我们看到这个日期呢有多种格式在里面哦，像这里呢有年月日是颠倒的，然后呢年月日中间呢是用一点而不是斜线。好，然后有的是2码，有的是1码，所以第二个呢，要针对日期的部分呢，做一个统一的格式哦。那再来呢，就是重复的记录。我们可以看到呢，这个黄色的这一笔呢，就是重复的资料。其实这一笔跟这一笔也是重复的资料，因为它这里有空白字元，删除之后呢，就是重复的资料。好，所以呢，我想要把这一份资料呢，做这3个清洗的动作。那这边的 prompt 呢，我会这样子写：帮我进行资料清洗。移除所有储存格内开头与结尾的空白字元，将所有日期统一格式，例如是2025年1月1号的这样的格式。然后呢，移除所有的重复记录，在这边呢提供一份资料给我，不要破坏我原有的资料。好，我来把这个 prompt 呢复制下来，然后呢贴到我们的询问框里面。好，然后送出。有些时候它能够支援我们的中文输入，那有些时候它就会辨识不出来，所以我们就看情况。通常我会先输入中文，然后如果它没有办法辨识，我再给它英文的。它告诉我们呢，已经清理完毕了，但是我们没有看到任何的资料。我们可以跟他讲说呢，在这里呈现清理后的数据。OK，好，然后送出。好，它已经把清理过后的资料呢呈现出来了。好，这里呢它有个预览的视窗放在我们刚刚游标所在位置哦。那你可以呢直接点按插入或者是关闭。如果你想要移到其他位置，你可以先点关闭哦。比如说我想要放在假设 H1 的地方，然后我再点这一个插入，这样子也是可以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它其实已经帮我们做好了清理了。日期有统一的格式，然后姓名的部分也把空白字元拿掉了。然后也移除了重复的记录哦。我们比对一下我们左边的资料，应该是没有太大的问题。好，所以其实做资料清理这样就简单很多了，由 AI 去帮你做资料的清理。好，针对呢清理过后的结果呢，我想再做一个尝试哦。我想要呢将重复的记录呢整笔可以有黄色的醒目提示。好，所以呢这里我再复制一笔记录下来。然后我们的 prompt 可以这样子写哦，重复的记录，第二笔开始，整列以黄色的网底呈现出来。把我们的 prompt 贴上来，然后送出。好，这个时候呢，出现它不认得我们的这个中文的提示哦。那我们现在呢，来用 Google 翻译翻译一下。然后我们复制右边的这个英文回来，在提示框里面呢，再送出去我们的需求。OK，好，那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呢，针对重复的记录，它就呈现了这个黄色的颜色了。
这里呢，它其实是套用了格式化条件，所以我们在格式底下的这一个格式化条件里面，就可以看到它把规则给放进来了。那所以当我们的表格资料有延伸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只要是重复的记录，它就会自动再套上这个醒目提示哦。那如果我们这边呢改了另外一个部门，假设它是行政部好了。就发现只要有一个栏位不吻合，那它就不是重复的记录，所以它是整列都重复才会判断是重复的记录。好，这个呢就是我们的第一个范例，资料清洗跟套用格式化条件。接着我们再来看我们的第二个范例。好，针对第二个范例呢，是一个销售清单。我想要把西兰这个地方呢，所有唯一值都取出来。取出来的结果呢，就像这样的感觉，就是我可以把每一个类别都独立出来，然后想要知道一下它的销售笔数哦。这里呢，我们可以请它呢帮我们生成公式哦。这里的 prompt 呢，我们可以输入取出西兰的唯一值，然后送出。好，所以它已经给我们这个公式了，然后结果也出来了。好，我们来把它放在右边的位置好了，放在 N 栏，然后插入这一个结果。OK，好，然后这样子呢，就已经把我们的公式给建好了。好，我们把这个资料呢先移下来好了，放在下面一点，然后栏位名称放这边。好，接着我想要知道呢，针对雪花酥它的销售笔数，所以这里我的 prompt 会这样子写哦。那我们就这里呢，如果没有切换到公式，其实也 OK。然后切换到公式呢，就可以点这一个生成公式。OK，好，这里我们的 prompt 可以这样子写哦。根据 M 栏，M 栏就是我们的这一个类别的名称，这里哦。根据 M 栏，然后统计呢，它在西栏所出现过的次数，所以呢，西栏就是我们原本的这一个类别。我们刚刚讲说呢，依据这个雪花酥，然后呢，到这个西栏去统计它出现过多少笔数，然后送出。OK，它已经把公式生成出来了。好，那我们就可以游标放在我们的 N2这个位置，然后我们来插入这个公式，可以，它就可以很快帮我们把这个结果给计算出来了。好，那这样的公式跟范围应该是没有问题。所以这是我们的第二个范例哦。我们针对一些函数的运用，如果不是太清楚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询问 Gemini，请他给我们公式。好，然后再来，我们想要依据呢它生成的这一个结果呢，来制作一个图表。所以呢，我把这个范围圈选起来，然后呢，我们来询问 Gemini，请他帮我们生成一个比较适合的图表，在这里生成图表。我们点它。好，他帮我们做了一个直条图出来。好，然后我想把这张图呢放在这里好了，然后我们就点插入。你也可以把它汇出到 Google 文件去哦。那我们就点这一个插入。OK，那图就进来了。好，但是呢，你会发现它好像是直接帮你新增到一个新的工作表。好，所以好吧，因为它可能要塞这些东西哦，所以要创了一张工作表也 OK。那这里呢，我们可以点这张图，然后先把这个 Gemini 关掉，然后我们点点点这边进来，就可以编辑这个图表。好，那点了编辑图表之后，右边的这个图表编辑器就跑出来了。那图表类型当然就可以换啊，看有没有你想要的。那我觉得第一个就 OK 了。然后呢，我想要显示这个图表的资料标签，所以我们可以到置顶，好，点进来之后，我们可以针对系列进来之后呢，你就可以选择你要填满的颜色。比如说，你觉得这数列的颜色你不太喜欢，你就可以去变更你想要的颜色。那这是线条的颜色。好，然后在下面有一个是资料标签，可以打勾。那打勾之后，你就可以设定字型啊、颜色等等哦。那这样子就是我要的。好，那标题这个地方，图表标题你也可以改哦，就是你可以改成产品类别销售数量。OK，好，假设这样子，这里呢就透过 AI 帮我们计算出来的结果，然后去生成一个适合的图表。针对第二个范例呢，这边 Miko 有一个练习，让同学们可以练习看看呢，就是呢，我们如何请 AI 可以帮我们把这一个小记金额呢超过1000以上的记录，然后可以整列都套上这一个绿色的颜色哦。同学们可以尝试的操作看看，然后把你跟 AI 沟通的 prompt 可以贴在影片的留言区，让 Miko 可以看看大家是如何写这个 prompt 的，然后也可以把你的 prompt 呢分享给其他同学，让其他同学也可以参考。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小小的练习题，希望大家都可以练习看看。
好，我们来到了第6个范例这里哦。然后这个范例呢，Miko 在上一部的影片有跟大家分享。上一部的影片呢，就是我们可以在 Excel 里面的数据资料呢，任意的做一些切割哦，比资料剖析来的更弹性一点。不过很可惜，那一部影片好像很少人看哦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可能是 Miko 的标题下的不好，大家没有兴趣哦。好，所以你看完这一个范例之后呢，如果你对于这个字串的切割很弹性的切割有兴趣的话，你可以看一下 Miko 的1159的影片。好，那我现在呢，这一个需求是我想要把这一个遇到逗点的地方呢，做一个分栏的处理，就切割成栏了。然后遇到分号的这个符号呢，就要移到下一列去处理。所以我们分割完之后会整理成像这样的感觉。好，然后我们的 prompt 要怎么下呢？OK，这里呢，我们一样是来问问 Gemini，然后一样是生成公式。有些我没有示范的同学们有兴趣可以自己研究看看。我就点这个公式，然后我们的需求是这样子的，把我的需求贴上来。这里有跟他讲说呢，针对 A2 的储存格遇到了逗点要分割成栏，遇到分号要分割成列。好，我们现在写这个 prompt 呢，其实你每一次送出去，它回馈的结果不一定都是对的。然后告诉我们呢，提供 A2 的资料范例哦，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来源有没有参考到。好，并没有参考到，所以我们游标放在这里。然后呢，我们再提出需求一次，可以送出。好，它给了我们这个函数了，OK，看起来是对的。好，然后我们来把这个公式呢放进来，把它复制，然后贴过来。好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，它现在帮我们整理出来的应该就没有问题了。所以这个函数感觉有点复杂，应该可以写得更简单一点了。好，那没关系，至少结果已经出来了。这边顺便跟同学们分享一下，在 Excel 底下的做法，就是 Miko 1159这样的做法。这边呢，我们先切到 Excel 来示范一下。好，把这个资料呢贴到我们的 Excel 里面哦，然后我们在 Excel 里面，如果你要做这样的处理呢，其实是比较简单的。我们可以输入等于 TEXTSPLIT 这个函数，然后选定我们的储存格，逗点隔开之后呢，你要用什么符号来切割成栏？我们用逗点，然后这个符号的前后加两撇，然后再就是你要用什么符号切割成列？那我们要用的是分号切割成列。OK，右括号 Enter 就切割出来了，所以是不是更简单？这个函数就超简单的。好，那整个这个函数的用法呢，Miko 在1159的影片有很详细的说明，所以同学们记得要去看一下。其实这个 AI 的功能呢，不止在 Google Sheets 里面可以使用哦，其实在行事历、云端硬碟还有信件里面都是可以使用，就是跟 Google 服务有关的，几乎都可以使用。就我们在 Google 里面的这些服务里面呢，其实都是可以整合起来应用的哦。好，那先跟同学们介绍，第一个呢是大学生的身份。所以呢，如果你是大学生，你可以输入 Google，然后 AI Pro，然后大学生。好，这个大学生的申请呢，就是你必须要 EDU 的账号，必须在今年的12月9号之前提出申请，这样你就可以免费使用 AI Pro 一整年哦。所以你到这个 Pro 方案呢，其实有好多功能可以使用，很多 Google 的服务，Google 服务底下呢，针对 Notebook LM 啊，或者是 Gemini AI，使用 Gemini 2.5 Pro 的这个模型呢，你的用量都可以比别人更多倍哦。然后还有一个更好的是，它可以有2TB 的云端空间可以使用。所以如果你有符合大学生的身份，记得2025年的12月9号之前赶快去申请哦。中间有个过程，它会要求你做学生身份的认证，然后再有一个关卡，你要输入你的信用卡资料，不过它不会扣钱哦。那 Miko 这边有申请过了，我之前有注册 Google One，然后当我申请过这一个免费的 Pro 方案之后呢，他还把我那个 Google One 的那个费用的退费给我，我觉得是非常的佛心。那同学只要在期限到期之前去取消订阅，你就不会被扣到钱了。不过，其实我自己用了这一段时间以来，我觉得未来我也许会考虑继续订阅这个 Gemini Pro，因为它可以用的范围真的太广了。那 ChatGPT 我可能就会考虑放弃订阅，因为我觉得
体验下来，我觉得 Gemini 的价值比较高。那这个呢是第一个，就是可以，如果你有符合身份，那你可以来免费申请这个 Pro 的方案。再来呢，如果你不是大学生，然后你想要跟 Miko 一样，免费的账户也能够体验的话，那你就是必须要加入 Google 的 Workspace 的实验计划哦。这边呢，Miko 用另外一个账号，然后来注册给大家看哦。好，首先呢，我们必须要来到这个网站哦。那这个网站连接 Miko 一样会放在影片资讯栏里面哦。这里呢，就是你可以申请加入 Google 的 Workspace 的这一个实验室。那当你阅读完这一些隐私权声明啊，还有服务条款之后呢，下面有3个勾勾，那我们可以把第一个打勾，OK，然后再第3个，中间这一个就看你要不要勾，我是不勾了。好，然后点按提交。好，但我还没提交之前，先让同学们看一下。还没提交之前呢，我到 Excel 里面、Google 试算表里面，然后我去增加一个试算表。这里面呢是没有那个询问 Gemini 的。好，然后我们来提交。我提交之后呢，OK，就这么简单，你已经加入这个计划了。OK，那再来呢，稍微等一段时间了。等一段时间之后呢，我们再来我们的 Google 试算表。好，然后我们再新增一个试算表。OK，这时候你就会看到，诶，询问 Gemini 就出现了。好，你看到呢，这个画面就是在 Google 试算表里面内建使用这个 Gemini 的功能，那只要点我知道了，OK 就可以使用了。同学们就可以开始体验看看哦。然后你去点这个星星也可以使用了。之前如果你没有加入这个计划呢，点星星它就要求你要付费，对不对？现在就可以免费体验啦。如果你有点担心安全性的问题，你就注册一个新的账号再来体验。那今天的影片呢，就跟同学们分享到这边。记得，如果你要看完整的教学影片，可以加入 Miko 的会员。那我们就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